魏婴突然灵光乍现，突地笑出了声：“蓝湛呐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我胡说八道的你也信？”待魏婴笑够了，点了点蓝湛的鼻子道：“蓝二哥哥，那次可是我的初吻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开不开心？”蓝湛一个翻身，而后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惊喜和开心。云深不知处坐落于姑苏城外一座深山之中，山静人静，心如止水，唯有高楼上传来阵阵钟声，虽非茄蓝，却得一派寂寥的寒山禅意。山门处，一白衣男子于这仙境云海中负手而立，淡淡的微笑柔化了原本清冷的面容。静候远归之人。不消多时，远远便见得几道剑芒。蓝曦臣微微仰头，面上虽无甚变化，但心中一喜。自家弟弟的避臣，他绝对不会认错的。眨眼间，众人已至山门，收剑行礼。兄长，泽无君，路途劳顿，诸位一路辛苦。一阵行礼寒暄过后，蓝曦臣上前一步，抬手轻扶了蓝忘机和魏无羡的胳膊。虽然对面这个是年长了自己20多岁的忘机，但蓝曦臣看到蓝忘机的瞬间，便已明了，这个弟弟没什么不同。哦，不，还是有些不一样的，起码这个弟弟对待魏公子可是直白的厉害。刚刚他们落地之时，蓝忘机熟练地将魏无羡的墨额带子抚顺放到背后的动作，他可是看了个正着。蓝曦臣细细打量今日的魏无羡，都说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今日换上了蓝家正式场合才会穿的广袖长衫，墨额也不似那日缠绕于腕间，而是规规矩矩系在额头，与忘机站在一处，真是一对清雅君子的模样，很是有蓝家人的做派。般配，当真般配。感受到蓝曦臣的目光，魏无羡冲他灿然一笑：“大哥。”蓝曦臣点点头：“无羡。”对于称呼一事，已心照不宣。兄长，先去拜见叔父吧。蓝忘机突然开口道：“这个忘机呀。”蓝曦臣无奈笑应着，引着众人向山门内走去。那日匆匆一间，都没时间和大哥说说话。魏无羡走在蓝曦臣和蓝忘机中间，一边牵着蓝忘机的手，一边同蓝曦臣闲聊。能这么快安排好问家人，大哥近日想必付出了不少辛苦。还好，这次怀桑倒是帮了我不少忙。论吵嘴架，谁都比不过怀桑一句话就能噎得众人鸦雀无声。可是无羡你，蓝曦臣猜测道：“哈哈，是我答应了聂兄，事情结束了去趟清河，帮他个小忙。”原来如此。蓝曦臣点头。你们话音被由天上传来的魏婴的一声呼喊打断：“喂，等等我们。”说来也巧，在夷陵耽搁了些时辰的魏婴蓝湛，恰与安顿好温氏众人，在返回云深不知处的魏无羡一行人前后脚到达山门。而温宁则表示会先在采邑镇落脚等他们，毕竟云深不知处周遭的结界强悍，邪祟走失进不得前，他又不想麻烦别人给他破例。飞至山门处，二人一同从碧尘上跳下，跟上了大部队。魏公子一早便收到忘机传信，说你身体有损，要耽搁些时辰回来，现下身体如何了？蓝曦臣问道。多谢泽无君挂心，小伤，蓝湛太紧张了，我就是跟江城打一架而已。你确定只是跟江城打了个架，就没趁我们都不再干点别的坏事？魏无羡打量着魏婴和蓝湛，揶揄道：“我怎么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满面红光，喜上眉梢了呢？”蓝曦臣一手握拳，掩面偷笑。可忘机看起来确实是喜形于色，高兴得不得了了。可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魏婴闻言扭头去瞧蓝湛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清雅冷峻，面无表情。泽无君，我是真的佩服你，到底怎么瞧出来蓝湛高兴得不得了的？蓝湛刚要答话，便被魏婴截了话头。罢了，早晚也是要禀明叔父和兄长的，而且兄长估计已经看出来了，不急在这一时。这个呀，魏公子日后多看看忘机，自然就能瞧出来了。魏婴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蓝湛则听出了兄长话中的打趣，眼神飘向一旁，有些赧然地眨了眨眼。说起来，这算是思追和景怡第一次对20多年前的云深不知处有了清晰的认知。彼时年纪尚幼，就算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景怡，对于那时云深不知处的印象也随着时间而模糊了。但倒能清晰变得这棵参天古树小了许多，
那片草地还没被魏前辈圈起来种土豆。景怡拉着思追和金陵走在队伍最后，压低声音但也兴奋地说着这儿那儿的不同。思追的心绪却飘到了远方，那竟是后院，当年韩光君默默种下、细心呵护的那片芍药。韩光君淡雅清冷，待他却比旁的弟子多了份温暖与不同。从小他便知道韩光君在等一人归，他不知此人姓甚名谁，但他知道那一定是个很好很好的人。那年芍药初开，他拿着做好的功课在净室绕了一大圈，才在后院找到了半蹲在花丛前的韩光君，满眼温柔却也满含悲伤。